外语院的人提起萧教授时，都纷纷摇头。那就是个老畜生，逃过了老赵的点名，你逃不过老萧的考场秋点兵。造孽啊，造孽！外校过来听课的学生瞪大了眼睛，压低声音道：不会吧，我听说你们院的萧教授挺有名的，难道是那个潜规则？唉，人家潜规则好歹还算衣冠禽兽，魔鬼萧要是进了猪圈，安能辨他是？嘘！旁边的男生眼疾手快捂住了他的嘴，老萧来了。瞬间，刚刚还议论纷纷的教室落针可闻，方才眉飞色舞诋毁老师的学生此刻安静如鸡，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。众人纷纷自觉翻开上次讲到的地方，正准备洗耳恭听，接受知识的洗礼。忽然讲台上传来一声绵长的咳嗽，那咳嗽声仿佛拐了山路18弯，让人一听就浑身痒痒。上次老萧这么咳嗽时，一个外系来听课的女生在他课堂上哭肿了眼睛，然后被无情的驱逐出去了。学生们不敢抬头，脑袋似乎恨不得埋进书里，但耳朵却高高竖了起来，一边心里打鼓，祈祷事情不要和自己有关，一边又抓耳挠腮的好奇，这次到底是什么八卦？刘露，起立！萧荣面无表情的开口。范天琪前座的女生颤巍巍站起身，结结巴巴道：教授。范天琪露出一个幸灾乐祸的笑。刘露仗着自己是班长，没少勾搭各科老师，他成绩那么好，也不知道是考出来的还是拍马屁拍出来的。萧荣冰冷的视线注视着瑟瑟发抖的女生，手上举起一个粉红色的信封，问道：我信箱里的情书是不是你放的？此言一出，满班哗然。经历了上次的告白羞辱事件，居然还有女生敢给萧荣递情书，全班同学不禁肃然起敬，难怪人家刘露能当班长，原来是承受了他这个年纪不该有的胆量与魄力。刘露抖得更厉害了，哭丧着脸说：萧教授，不是我呀，马上有其他女生告密，我上次亲眼看见你往萧教授信箱里放东西了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刘露红着眼眶瞪了那女生一眼，真的不是我，小心我去找导员告你诽谤。另外好几个同学也纷纷开口：就是你，我们都看见了。教室内气氛渐渐失控，正在此刻，一道清朗的男声响起：萧教授，我可以插嘴吗？萧荣眯了眯眼，这是他最信任的课代表，也是帮助他压迫学生阶级的左膀右臂。半晌，他开口道：可以。谢林安轻咳一声，直视萧荣的眼睛，道：情书是我托刘露放的。全班上下瞬间鸦雀无声。萧荣手指敲击着讲桌，环视了一圈周围的学生，最后目光重新回到谢林安那张正直帅气的脸上。谢林安，你给我写情书？不是的，萧教授。谢林安反驳道：我托刘露给新来的助教老师递情书，他可能弄错了。萧荣觉得脸有点疼，本以为盯了1年的小狼狗终于开窍了，结果却看上了身旁的狐狸精。呵，男人，萧教授心情不好。萧教授很生气。萧教授不开心，自然是学生受罪。连记5、6条作业的学生们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，垂头丧气。萧荣冷冽的目光扫视一圈，道：怎么了？嫌作业多？学生们敢怒不敢言，稀稀拉拉响起几道声音：不多，说什么呢？一个个没吃饭。不多。学生们只好违背良心，整齐划一的大声否认。萧荣这才冷哼一声，收好课本和教案，推开教室门，扬长而去。听着那咯吱咯吱的皮鞋声渐行渐远，直至不见，教室里轰的一声炸开了锅。哎，谢林安，哥们儿记你是条汉子。一起打篮球的兄弟勾肩搭背，语气里有深深的钦佩。牛，您真牛。同寝室的舍友也竖起了大拇指。给哥们儿说说，啥时候勾搭上助教老师的？谢林安将课桌上的东西收拾干净，装进杂沓书屋，气定神闲道：我和温助教就是普通的精神交流而已。哟，就你层次高，还精神交流，别是当老萧的课代表当傻了吧？萧荣是 X 大外语学院最年轻的外国文学教授，本硕博一条龙名校毕业，
还去国外某知名高校做了2年博士后交流。按道理说，他这样年轻有为的教授非常受学生欢迎才对，怎就名声差到如此地步？单从他的课堂来看，是十分有吸引力的。萧荣知识渊博，讲课时在课本内容的基础上旁征博引，从西方哲学起源到当代某某小说家搞同性恋，如果不喊停，他能滔滔不绝讲好几个小时，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，眼冒绿光。但他偏偏是个特别有时间观念的人，自从发生过一次拖堂50分钟，造成了耽误学生上其他课的惨案，他就随时携带计时器，一讲到半堂课，计时器就呜呜的响，然后他把计时器一按，从课桌间的过道一路穿行，面上带着亲民的微笑，我讲完了，该你们讲了。最后导致学生一听到那个呜呜呜的声音，就腰板挺直，额角冒汗。萧荣十分看重课堂发言，基本上每周4节课100多号人都会轮一遍，每个人都不用担心被忽视。当然，这不算什么，真正让学生称他为魔鬼枭的是惨无人道的论文作业。大一的学生，谁知道论文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然而，从第2个礼拜开始，萧荣就开始布置每周1篇1000字小论文。既然是外语学院，论文自然是要用英文来写的。写论文这种东西，非得找个时间充裕的下午，专心致志的写，且一写就是几个小时。刚入学的新生们哪有那么多空余时间？于是，当别的专业的同学周末都3、5结伴出去逛街、爬山、赏风景时，他们外语专业从来都是面如土色窝，在图书馆写论文。这还不算，萧荣人坏嘴毒在他们外语学院是出了名的，再加上他肚子里墨水充足，不带脏字儿都能把人说到无地自容。他向来不嫌烦，论文改出来后，先是让他那狗腿子课代表在班里宣读，然后把成绩低于80的挨个叫到办公室，让学生们重温高中时挨训的经历。不光是女生，他们年纪号称铁血硬汉的篮球队长都被训哭过。从老萧办公室出来后，眼睛红了一下午，跟兔子似的。写不好就要重写，重写还要过关才行。上课违纪更是严重，范天琪受到的万字论文惩罚是他们中的最高纪录。他们重温的不仅仅是挨训，还有高3才有的周测，周测不及格者会被请去吃饭。据那些经历过萧教授请吃饭的学生回顾，场面之惨烈给他们的大学生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刀。萧教授这么严厉柔不的沙子一个人，自然是人缘差得很。据说他本来和另外一名女教授在一间办公室，后来那名女教授宁愿和讲师们几十人一间的屋，也不愿和萧荣共处一室，由此可见其杀伤力。像这样人嫌狗厌的家伙，居然能收获一名忠心耿耿的课代表，简直是上辈子积了阴德。谢林安是主动竞选英美文学课代表的，说是竞选，其实只有他一个人举手参加。但萧荣还是象征性的搞了个演讲投票，后来谢林安以全票通过的成绩摘下课代表的桂冠。谢林安性格温和，人缘极好，不过当了萧荣的课代表后有下滑趋势。作为魔鬼枭各项惨绝人寰的政策执行的刽子手，谢林安在班里也算怨声载道了。本来外语学院女生众多，以他的长相性格，想找女朋友易如反掌，但受头顶职位的连累，硬是没有一个女生敢靠近他。他的几个室友很是为他鸣不平，但如果让他们代替谢林安和魔鬼枭亲密接触，他们是万万不肯的。他室友何东坏笑着搭着他的肩，我还当你做课代表是乐在其中呢，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没有的事。谢林安任凭室友挂在肩上，从容的否认。一行人推推搡搡背着杂沓书屋走出教室门，突然班长刘露凑过来道，说起来萧教授有没有把情书还给你？谢林安身形顿了顿，道，忘了。萧荣走路带风，目不斜视从人声鼎沸的走廊穿过，路上遇到学生或同事跟他打招呼，只轻轻点头，眼珠都不转一下。有什么了不起？他长得帅吗？就是长得帅啊。长得帅也不能斜眼看人。他连斜眼都没看你，谢谢。种种议论生于萧荣而言如耳旁风，他掏出钥匙打开办公室门，大步迈入门中，
将课本放回书柜后，颤抖着拆开手中的粉色信封。好啊，萧荣咬牙切齿，眼眶都气红了。用我教的勃朗宁的爱情诗来撩狐狸精，谢灵安，你很好。新来的温助教人美心善，是个温柔的能掐出水的小姐姐。温文，去国图给我借几本书。荣哥，我没有卡，半借月卡的钱给你转账了。萧荣坐在转椅，推了推黑框眼镜。还有，不要叫我荣哥，我和你不熟。好的，萧教授。虽然萧荣的恶意都快溢出来了，但人美心善的温助教还是勤勤恳恳接下了活儿，从校园扫了一辆小黄车上路了。温文穿着藕粉色针织衫，下身是朴素的牛仔裤，脚踩一双小白鞋，看起来比女大学生还清纯，引得路上男生纷纷侧目。哎，那不是温助教吗？上完2节课，正要去其他教学楼的外语系学生们看到主干道上的骑小黄车的身影，眼睛都亮了起来。温助教天天见，但发生了这件事后还是第一次遇到。踩着小高跟的女生们心里泛起了酸水。人家温助教素面朝天，衣着简朴，也有男生专门给他写情书。看看老萧今天课上难看的脸色，莫不是也相中温文了？亏他们这些女大学生每天变着花样穿衣打扮，仍然无法引起男神关注。温助教不仅得到了外语系谢大才子的青睐，还让魔鬼教授萧荣为他争风吃醋，简直是现实版的言情女主。有什么了不起？作为助教跟学生勾勾搭搭，这种人被于书记知道了，绝对会被赶出去。说话的是个身形瘦高、挑染着紫色长发的女生，长得有几分秀丽，妆容精致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成熟许多。李曼，说话过分了哈！班长刘露戳了他一下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隔壁学校的导员都和学生结婚了，再说也不是温助教主动和学生怎么样，是谢灵安给他写情书。被戳了肩膀的李曼翻了个白眼，我就不信他没那个想法，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，还好意思老牛吃嫩草，不就比我们大个5、6岁吗？还是 X 大硕士生毕业呢？刘露看着温助教渐渐远去的背影，目光含着羡慕。那可是全国最牛的语言类院校，咱们学校虽然厉害，但毕竟是偏理工科的，以后如果能保送 X 大研究生就好了。你成绩那么好，肯定没问题的。李曼心不在焉的回他，眼神却有意无意瞟向前面和几个男生走在一起的谢灵安。18、9的男生，既有着少年的干净清冽，又带了些青年男性的成熟稳重，做事认真负责，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，在外语系一群歪瓜裂枣的男生中间，简直是鹤立鸡群，让人想不注意都难。暗恋谢灵安的女生不在少数，但至今没有和他表白的。一则是他作为萧荣的课代表确实颇有威慑力，二则谢灵安身上自带一种温和却疏离的气场，看似彬彬有礼待人亲和，但和谁都没有太过亲近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有一种很玄妙的感应，如果双方都从心底愿意接纳对方，那么就很容易发展成朋友乃至恋人。但如果有一方对于过密交往带着抗拒的心态，即使戴着再完美的面具，都无法逾越这道人际关系的鸿沟，两人最多也只是点头之交。但不敢表白，不意味着不做念想。外语系不止1、2个女生惦记着这块小鲜肉，都互相憋着气，不好意思宣之于口，却也不愿意谢灵安去喜欢别的女生。上完萧荣的文学课，又上了2节枯燥乏味的听力课，学生的五感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，两眼发直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向食堂走去。哎，那不是萧教授吗？正排着队和东扯了扯谢灵安的衣袖，小声道。谢灵安转头看去，果真看见萧荣一个人坐在靠窗的桌子旁，安静的享用午餐。学校人多地少，2个学生食堂要供应7、8千人的伙食，每当饭点时就跟打仗一样，拼桌也是司空见惯。此时正值12点10分，是战争最激烈的时刻。然而萧荣那张桌子竟似一片净土，人来人往，却无一人落座。谢灵安打好了饭，抬腿就往萧荣那桌走去。河东大惊失色，你要去哪？去萧教授那。谢灵安拖着餐盘，莫名其妙看他。河东一时无语，眉心紧拧，挣扎了半天才道：你去吧，我找其他地方吃去。那我走了。
萧荣一如既往的在食堂独自用餐，正将一碟辣椒油倒入饭里，突然从上方响起一道清亮的嗓音：“我可以坐这儿吗？”萧荣抬头看过去，只见眉目俊朗的年轻人将餐盘放在他对面。这里有人了。萧荣面色一沉，整张脸变得严肃起来，配合那张古板的黑框眼镜，愈发显得凶神恶煞。不要紧，谢灵安温文有礼地说，我吃完就走。说完他又补了一句，我吃饭很快的。萧荣冷哼一声，不再理他，埋头用餐。对面的谢灵安似乎有些尴尬，没有再开口说话，只是拿起筷子安静地开始吃饭。餐厅环境十分嘈杂，四处都是学生嗡嗡的说话声和餐具碰撞的声音。萧荣一向讨厌这种吵闹的地方，但在靠窗的桌子旁，萧荣却觉得那些噪音仿佛一下子离得很远很远，他甚至能清楚地听到坐在对面的谢灵安吞咽食物的声音。他抬起眼睑扫了对方一眼，只见谢灵安坐姿端正，腰杆挺直，正慢条斯理吃着他盘子里的那份食物。真是一盘寡淡无味的盖饭，除了绿色就是白色，绿的是西兰花和油麦菜，白的是米饭，亏他能吃得下去。你不是说吃饭很快吗？萧荣臭着脸道。今天的米饭有点生。谢灵安将嘴里的食物咽下去，才开口回道。萧荣又看了一眼他的餐盘，嘴唇蠕动，最终没说什么，继续吃自己那份红彤彤的午餐。萧教授，今天怎么到学生餐厅来吃饭？谢灵安似乎被他引出了交流欲，好奇地问道。萧荣嘴里咀嚼的动作顿了顿，道：教工餐厅的辣椒油没有了。教授很喜欢吃辣。还行吧，今天的饭确实有点生。是啊，加了辣椒油会不会好点？萧荣眯了眯眼，要不你试试？谢灵安盯着萧荣盘子里红彤彤的米饭看了会儿，道：行吧。萧荣带着3分恶趣味、7分报复的心态，将剩下的辣椒油整个泼进谢灵安盘子里。啊，教授，太多了。谢灵安面色有些发白。没关系的，你试试。萧荣面带邪恶的微笑催促道。谢灵安用筷子夹起一颗被辣椒油染的绿中透红的西兰花，犹豫了一下，放入嘴里。伴随着咔嚓咔嚓的咀嚼音，他白皙的面孔逐渐变得涨红。出于良好的用餐礼仪，没有把西兰花吐出来，而是艰难地咽了下去。这一次吞咽显然让他极为难受，眉毛都皱成了一堆，捂着嘴剧烈咳嗽起来。见他如此难受，萧荣也微微蹙眉，犹豫了一瞬，从挎包中拿出一瓶茶叶水，拧开盖子递给他，喝点水。谢灵安接过杯子正要低头，突然旁边传来一道温婉的女声：酸奶解辣，给。萧荣转头看到旁边那道身影，面色瞬间如同便秘。温文荣，萧教授。见他目光如刀，温文有些畏缩，但还是露出得体的微笑。我借到书了，刚放您办公桌上。辛苦了。萧荣冷酷的视线从他身上转向谢灵安，只见谢灵安已经将温文给的酸奶喝完了，被辣红的嘴角还沾着没舔干净的奶渍。谢谢文文姐。他冲温文羞涩的笑。温文声线温柔，善于和人沟通，又不多舌，再加上年轻貌美，学生们都喜欢和他说话。谢灵安也不例外。萧荣冷眼看他与温文相谈甚欢，端着盘子从两人中间走过，肩膀不小心撞到谢灵安身上。谢灵安猝不及防，连连后退，与温文隔了3丈远。麻烦借得到。冷冰冰的语调生生将融洽的气氛打破。西装革履的教授不仅没道歉，还一副别人欠他钱的表情，丝毫不在意闹出的动静。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旁边那么宽的路他不走，非要打断人家的交流，还无理撞人，要多没素质就有多没素质。旁边有和当事人认识的学生挤眉弄眼，显然是发现了这边的尴尬场面，幸灾乐祸者有，嫉恶如仇者有。还有一些与当事人无关的，对这人模狗样的西装男一时印象不佳。那就是你们院的萧教授？一名小眼睛略显猥琐的男生不屑地啧了几声，问道。刘露踢了他一脚，别做出那副表情，有些事不能看表面。
男神呵呵一笑，马屁精。X 大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事发生，食堂的插曲如同石沉海底，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。每天如设定好时间的机械一样照常上下课，生活一如既往的枯燥乏味。教师和学生的交流，除了短短50分钟的课堂，再无其他。外语系1年级的学生不禁感慨，最近魔鬼肖梅怎么单独找他们面谈了？与他们沟通更多是温柔可人的温助教，生活似乎都敞亮了不少。